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别忘了按赞、分享、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对，这个洛师部真的是迫不及待啊！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讲的那个《美少女战士 Eternal》的前面第一部之后，如果说你对星座有兴趣的话，美少女星座是真的很好的入门啦。其实，在学占星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相位、行星特质，还有行星的优劣，那个其实是需要大量的记忆。可是靠着就是它拟人化变成这些美少女战士之后，其实你会在记忆上面会很容易的去记清楚它的角色。是的，刚看下集的时候也是第一次看一头雾水，因为我觉得他画的明明就是男的。但是他穿的胸罩，里面就是常常有女装啊、男生的声音啊，这个事实上我就觉得，这是发生什么事？所以其实当时《美少女战士》是20几年前的作品，但其实他讲的一些议题，其实到我们现在看都是非常的流行跟前卫的，包括刚才杰夫的确过的4个女生，然后成立一个家庭，然后其中。原来是4个女生 ，OK。对，4个女生，而且其中的2位是一对，就是女同志，这样他们是一对，然后而且是领养小孩，所以其实不管是我们几年前在吵得沸沸扬扬的多元成家，或者说未来我怎么教小孩，我不会教小孩，在美少女战士里面都没有问题，而且他已经在20年前告诉你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前卫的东西，而且甚至你看它在敌人的绘制上面有很大量其实是牵扯到跨性别的，或者是说变装的，或者是一些这类前卫的议题。好，那我们就来讲第2集的角色。接下来的就是我们的外行星，外行星的话，当然就是我们的那个土星还有天海冥嘛。我们上集的最后一个角色，我们讲到了是拿着偷情武器的那个艾野美奈子嘛，金星。对。那这一次，那我们这一次就从就是跟他比较有关联，也掌管的是美少女战士里面的美女担当的海王星、海王满开始讲起。好，海王满呢，她就是在剧里面，她是一个非常有钱、有气质、又漂亮又会拉小提琴的一个小提琴家。对，他非常的有气质，然后开音乐会，那个小提琴琴声能够撼动人心，让人心灵的灵魂得到净化之类的。对。那在五内直子，也就是作者他的设定呢，我们的海王满就是颁给了3月6号的双鱼座，所以就是刚好就是我们海王星所守护的星座，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在里面它展现的永远就是一种。非常的有深度，然后有质感的一种美感，其实跟我们金星所展现的那种马上就能够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的那种 idol 偶像型的美感不一样。所以这也是关系到，就是我们在占星学里面提到美的时候，或提到艺术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提到金星跟海王星这2颗星星，其实都有某种程度上面跟美还有艺术扯上关系。但是它们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在于说，我们金星一定是那种。我们看到的五官就是漂亮的，就是很美的，但是海王星呢，它不见得让你看上去是很亮眼的，但是它会让你魂萦梦牵。所以为什么艺术品会让海王星来掌管，是因为它超越了时间。可是金星我们会讲 idol 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30年前的 idol， 我们会觉得它很流行、很美吗？不见得吧。但是我们现在看蒙娜丽莎或看到一些名画、莫内的画的时候，我们仍然会觉得它非常的美。对，这就是金星跟海王星能量上面的呈现的差异。所以在占星学里面，我们一般也会说到，海王星就是高8度的金星，所以它的能量是比金星更要强大的一个行星能量，所以就是由海王星来掌管。所以在剧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无时无刻我们的海王满他的举手投足就散发了一种魅力。那他的武器是什么呢？他的武器拿的是一把镜子，一把镜子。那这个也关系到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在神话里面讲到海王星就是海神波塞顿，你会觉得说他就是拿个3叉戟，对不对？然后会觉得这么优美的一个女战士拿着3叉戟，好像有一点破坏那个美感跟氛围。对，所以我们的作者非常聪明的给了他一面镜子，拿在手上的镜子。那为什么会是镜子？因为海王星它掌管美以外，
它也掌管了虚无缥缈跟虚幻。所以我们镜子里面看到的东西再美，它都不是真的。OK， 所以这也展现了就是我们海王星以及我们双鱼座所展现的特质。我们照镜子之后才会成对，有一对的。可是问题是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他们是不一样的，终究是没有办法两个同时存在的。所以也象征了我们之前讲到的海王星跟我们的梦想以及幻灭是有关的。因为我们照镜子照出来绝对是一模一样的人嘛，是。可是问题是一模一样的人不存在，即便双胞胎，对，他们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这就是一种真实与虚幻的一个象征。所以他改用了手镜的这个部分，展现海王星的那个特质。哇哦，这个学到了，这个让我就直接会马上记住，就是艺术品是海王星在管的。然后就是高八度的金星，有意思。那接下来呢？那既然讲到海王星，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它的另外一半，也就是天王星了。好，天王爻的这个角色呢，他是出生在1月27号的宝瓶座。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宝瓶配双鱼？宝瓶配双鱼，我们之前哪部片里面讲过？那个，等一下。刻在你心里的名字吗？没错，刻在你心里的名字，宝瓶座。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讨论过说，为什么宝瓶座跟双鱼座会跟同志的这个符码跟意象扯到关系？在《美少女战士》同样的符码再次的出现，而且它直接的就是把它演给你看。这是非常有趣的哦，它直接就是不掩饰的，直接就告诉你，在占星学里面的确有这样子的一个符号关系。同时，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看一下哦，天王星，那它是宝瓶座所掌管的，那它在希腊神话里面是谁？在希腊神话里面是我们宙斯的爷爷，天空之神乌拉诺斯。对，所以它掌管的是大气天空，所以我在我们的卡通里面，天王星它的招式都会跟什么宇宙震荡啊，或者是什么有风啊什么有关的，风之星、飞翔之星有关，所以就是因为它是天空之神所掌管的一个武器，而且你会发现说，为什么这也关系到说我们在讲到说比较雌雄莫辨的时候，往往会给人家一个比较特殊、比较中性或比较有个性的男生女生的一个特质，也是关系到在神话里面，因为我们的乌拉诺斯他为了怕被自己的孩子们就是给夺去了自己众神之王的那个地位，所以最后呢被他的儿子土星切掉了自己的生殖器。所以也就是说，天王星或者是宝瓶座比较强大的人，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容易是有一种比较中性的特质在里面，或者是很个性的特质在里面。其实也跟这个神话的能量跟起源有关。所以一个受到阉割的神，所以他所展现的这个角色天王爻的设计，也就是有一种很中性的一个特质。那被阉割的神他拿的是什么武器呢？一把剑，一把刀。那这一把刀其实它其实有另外一个用意，也是展现说，其实我们在星盘里面天王星能量强大的人，或者是我们宝瓶座能量强大的人，原则上它都会给你一种疏离感，给一种切割性。我们在很多之前的影片里面有提到，宝瓶它天生有一种会习惯跟人家切割或保持距离的一个习惯。其实往往也是源自于这样子的一个神话传统或者是神话原则，会让你觉得说，宝瓶座他就会觉得我不属于任何的族类，但是我又好像属于任何的族类。然后我是个外星人，对。那天王星强大的是什么星座？宝瓶座。我天王星好像是天蝎呢。天王星在天蝎是一个很聪明的位置。是一个很优势的位置，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海王星是高8度的金星，对不对？天王星它是高8度的水星，所以我们在上提到了我们的水野雅美是一个 IQ 180的天才美少女，可是到了天王星，她更聪明，而且她更想法更前卫、更新、更创新，
它打破了窠臼，打破了性别的界限，所以这就是天王星非常强大的地方。那天蝎座它又算是12星座里面也算是数1数2聪明的星座，所以当天王星又落在天蝎座的人，其实我很羡慕这种人，因为他非常的聪明。如果他本身的天王星没有太多的克相的话，原则上他会有很多很新潮而且是很厉害的点子，会一直不断的源源不绝的想出来。对，听说我的那个天王星在天蝎座，我们等一下下节目之后好好聊聊哈。要看一下。好，那天王星天王爻讲完了之后，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都提到了就是多元成家了，那我们就提一下他们领养的这位小战士土蒙银吧。土蒙银，土蒙银就是我们的水手土星。那我们在讲到水手土星的时候，自然就是你会看到他就是一个早熟的孩子，而且老得很快的孩子。对，所以直接。他其实只有6个月大就已经可以上战场战斗了，这个设计真的是老的也太快了哦！所以这个马上就会跟我们就是老着等，或是越老越值钱的星座直接扯上关系。所以五内只是也完全的就是无悬念的给他是1月6号的摩羯座。所以像我们之前在当男人恋爱时，我们是不是也讲过，其实摩羯座它就是一种越老越有魅力、越老越有分量的一个星座。对，所以就是说，他土蒙银他展现的是一个超龄的成熟，甚至你会觉得说，他比一般的小朋友、小女生来的木讷、来的安静，或者来的有智慧，或者是那个有智慧，有时候可能是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安静，显得有智慧。那甚至也有可能是他什么都知道，他也不说的有智慧。这都呈现就是摩羯座的一个比较老成的一个性格，包括他整个装束看起来就觉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女孩，或者是什么的。那当他变成了水手土星的时候，就会牵扯到他的守护神是谁呢？自然就是我们的收割之神 Saturn， 他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乌拉诺斯天王星的儿子。也就是那个剪下他老爸生殖器的那位神，所以收割之神收割了他老爸的生殖器，然后让他老爸成为一个阉割之神之外，他自己本身也就手上拿的那一把神器就是一把镰刀。一般会讲到，就是这是一种儿子去伤害父亲的一种世代的一种纠结的这个部分，所以你会看到说他会有。你在讲家人跟孩子往往有某种程度上面的业力连接，所以我们这辈子才会来当父子、当母女、当一家人。所以就是说，土星我们在占星学里面，我们又称之为业力之星。所以往往就是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土星的相位啊、弱点里面看到，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一辈子，我们必须要承担的一些责任，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弱点，或者是一些我们比较没有自信，或者是我们必须要去负责的地方。往往会落在哪里会比较吃重，所以你也会看到天王星变成要照顾他的人，因为他是他们对。那而且的确就是如同神话的翻版，的确天王星是父亲，然后土蒙银是亲子的关系的这个互动是变成都是女生这样，很有趣。不是很有趣，他就是按照这个占星学来去设计这一部动画的耶。对，没错。那最后一个雪奈或者是冥王刹那，就是它的翻译名称不同。那 anyway 不管是谁，它就很明显就是冥王星，那也就是我们宙斯的另外一个弟弟，就是我们的黑帝斯。对啊，那冥王黑帝斯的话，当然就是颁给我们的天蝎座啦。那天蝎座的话，它是10月29号生的天蝎座。为什么？因为冥王雪奈它就有一种神秘，然后但是它又有一种优雅。为什么？因为其实10月29号其实很靠近天蝎跟天秤的交界。所以其实他又有带了一点天秤座的那种优雅知性在里面，但是又带了冥王的那种阴郁或者是沉着在里面。是，对，然后而且他所有的招式其实都会跟死亡有关。他在这个剧场版之前的前一部，它里面他的身份是时空之门的守护者，其实也就是地狱之门啊，就是因为他可以掌管时间。但是他最后其实为了要让时间停止，他用他的命去换，所以就是时间一停止，他就必须要死掉。所以这也算是地狱之门的另外一个比较美化的一个呈现方式。是。
这时候就会讲到，就是冥王星他手中的那一把法器是什么？他那把神器就是石榴法杖。石榴法杖，这就会关系到我们之前我们另外一部黄标的影片《哭悲》里面提到的缘由啊，为什么会叫做石榴法杖？是因为当初我们的冥王黑帝斯为了要诱拐他的老婆到地底下去跟他结婚，又不让他回到地上太久，他给他的老婆吃的那个水果叫做石榴果，就是我们一般看到菜市场剥开很多红色的一颗一颗那个东西。对。在石榴果在希腊神话里面呢，它称之为地狱之果，也就是说你吃了之后，你没有办法在人界待太久，你必须要固定的回来回来报道。所以就是说，让冥王雪奈拿着这一把石榴法杖，呈现他是冥王星的特质，即便他所展现的形象不是我们一般想象中的冥王这么的霸道凶狠，但是他还是有他的这个符号跟符码在里面。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有提到哭悲，在最前面其实我们有讲到冥王黑帝斯的小故事，所以它也连接到了这个美少女战士这个石榴果，我真的觉得真的是有趣，太有趣了。所以看我们的节目，等于就是你要非常的仔细看，你就可以融会贯通，对不对？是啊，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的话，回去多看看我们其他的节目。其实你会发现，一切都是有一些关联。今天非常谢谢骆师傅，其实我们这个4个人也讲了非常多了啊，希望对大家对于星座方面来讲会有帮助哈。那接下来希望下次再碰面的时候就不要再是视讯了，好不好？真的希望疫情赶快过去，对，大家在一起加油。OK， 那就今天节目就到此为止。好 ，OK， 大家保重，好，拜拜。